钢铁洋葱达人警员机制图等售后，追加体系核心强力追击短拖帕即将上线，拖帕人气毋庸置疑，就像吃屏幕前弹幕一样的多。让我们把拖帕不爱玩到端服大动屏上，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午觉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年专注午觉，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攻略。相信大家对拖帕一定有不少疑问，本视频总结一些大家关心的拖帕抽取问题，并予以解答。首先来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拖帕的角色定位和优缺点。拖帕火元素巡猎命途角色与警员类似，都是一套召唤物打输出的角色。实战中，拖帕可以给敌人施加追加1伤，其技能都是为了配合战长输出而存在的。大家可以理解成拖帕独自美丽，战长英勇无畏。实际上，警员的大招战技也可以理解成给成军增伤的技能，和拖帕底层逻辑是一样的。此外，站长还可以队友联动，在拖帕开启大招后，队友的普攻、战技、大招都可以给站长拉条，还有像行技的伤害加持，也为拖帕补足了缺失的增伤城区。两者相结合，可以使站长输出频率更高的同时，对单伤害也变得极其暴力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增伤效果需要对抗怒火敌人时才会生效，限制了主系拖帕的泛用性。不过，在普遍缺乏强力火系的当下，拖帕的就业档位可以说是极其稳定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那就是拖帕释放大招后，站长的行动都会给拖帕充能，算是变相降低了拖帕的能量上限，能在实战中释放更多次大招。除了输出手段外，拖帕还拥有大世界探索神技冥步，进入地图时都会召唤站长跟随，而站长不仅能搜索附近的宝箱而铺满，还会以铺满磨出爱情的火花，大大提升了玩家的大世界体验。如果你在大世界中主动使用秘技进入战斗，则会获取额外的信用点，在魔女宇宙中有可能会获得随机奇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拖帕的秘技爆出幻鱼面具，阁下将如何应对呢？不过拖帕相比其他主系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短板和缺陷的。首先是压根没有任何对群手段，技能组全是单体，同时还缺乏希尔在线被动那样的清杂转火能力。这里就不得不吐槽一句，多多龙卷风了，怎么还是只能对单呢？其次是拖帕的追加1伤也只能对单生效，面对群怪时效果比较一般。目前的深渊都是双精英段，对拖帕来说会比较吃亏一点。不过拖帕还可以凭借自身50%的追加1伤作为追加短路队，让特劳拉和警员来帮助清杂。但是这种1伤只能对敌方单体生效，所以对群循环下会相对激烈一点。搭配对群角色时的覆盖率较低。拖帕秘技和其他东西型秘技有所不同，进入战斗后需要等站长冬季才能获得能量恢复。最后就是最令人痛苦的机制了，那就是拖帕阵亡时站长也会一同消失。目前还不知道拖帕被通知时站长是否会被一推到底，大家觉得会吗？不过午觉老早就听到不少小伙伴说过，就算拖帕给对面加血也要抽，想必这些小缺陷应该阻挡不了大家对拖帕的热情吧。想知道拖帕的小伙伴拖在屏幕上投的1吧。在装追方面，因为拖帕是冬季加双爆类型的输入角色，且站长和神君机制类似，在出手时可以吃到拖帕的冬季、双爆和全部增伤效果，所以大家在装追选择上需要认准这3种属性，只要有这3种属性的装追基本都能为拖帕所用。先说一下专武，烦恼者、幸福者、暴击和追加增伤提升大家都懂。比较特殊的是温煦效果，大家可以理解成给敌方施加2层异伤效果，每层都会提升敌人受到的暴击伤害。喜爱这个装追的拖帕可以进入更多阵容中担任副系角色，当然最适合的肯定是追击体系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拖帕战技被视为追加冬季，大招还没有直接伤害，完全不适配希尔专武与月射中，所以不抽拖帕专武的话，5星装追里燕青的专武奴隶酣眠效果比较特端，而4星装追里比较适配的则是李大枕头的专武论剑。这个装追在连续冬季同一目标时，最多能提供80%的巨额增伤。恰恰好，站长就是多兰冬季，能够第一时间叠满论剑特效，叠满后与专武差距非常小，可以说是完美符合拖帕单体追击加1伤的特性了，堪称平民拖帕最强装追。此外，巡猎通用武器唯有沉默也可以使用，不仅能提供冬季加成，还可以提供暴击率，两项效果都可以让拖帕完美吃到。其他装追对拖帕来说多少都有点问题，所以你准备给拖帕带什么装追呢？仪器方面，外圈最适配的肯定是4火套，不过午觉更建议大家1点是先端望一手，选择2火2快枪或者2火2信使堕度。内圈最适配的就是萨尔索图，大家可以放心刷，此条推荐如下。虽然拖帕和警员都是一套召唤物打伤害，但站长相较于神君，有着出手快、目标精准的优点，还不需要担心尿分叉的问题。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，那就是没有对群能力，清杂速度较慢。此外，拖帕解锁行技透支后，可以将普通变为追加冬季，那么此时的拖帕全身都是追加冬季，对于吃到增伤的吃坏能力无人能及。不管你是追加增伤还是其他增伤效果，它都可以吃满。但是大家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拖帕自身的伤害类型太多单一，如果策划想要针对的话，只需要给怪物增加一个受到追加伤害可以获得增益的效果，那么拖帕就会被环境所淘汰。不过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，除非策划想要彻底撕掉所有的追加主系或者追加体系。不过具体的输出方面还需要上线实测才能得知，大家现在就点了3点关注，到时候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推送啦。整体来看，即使拖帕自身的输出能力不够出色，但没有主系，后续依然可以作为追加短稳定就业，未来可期。
托帕目前来看更像是最佳副系的定位。对于广大平民玩家来说，如果你的主力角色是特拉拉，想要抽一个最佳短，那么你可以考虑抽取托帕。至于警员玩家，则要慎重抽取，毕竟警员不是总伤不足，而是出伤太慢，而托帕并没有拉摇队友召唤物的能力。而如果你手上的最佳角色已经非常得力，不需要托帕也可以轻松升约满星的话，那么可以选择跳托帕，继续攒星熊为后续版本的霍霍、银子、寒鸦做准备。毕竟托帕在 1.4 版本还只能说是一位未来可期的角色，因为他现阶段还没有一位完全适配的队友，未来潜力巨大。后期等到限定追加吸以及限定追加生存，都可以直接组成强烈的追加体系，螺旋升天。而且托帕的大赛体验极佳，进入地图后会自动寻找范围内的宝箱，简直是懒人必备。此外，中开启托帕秘籍进入战斗的话，胜利后还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额外信用点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其他超好的计划的话，我个人还是建议可以抽到托帕，即使不打深渊，托帕也能让你在大世界中的体验变得更加舒适。更别说还能为未来的追地先做点准备了。而且你看看托帕这身短兔皮靴穿搭，这露腿大字，这只玉足。最后是抽取建议总结。想知道托帕如何配对的，可以去看这期托帕前瞻攻略。所以看完大家想抽托帕了吗？为什么？这里当然也要祝所有3连端做的兄弟们都能单抽资金，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的装缀。